Hello，大家好呀，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要分享的內容是關於水彩顏料的一些基礎知識。內容會包括它的水彩的分類呀，還有它的形態啊，還有怎麼樣去具體讀這個水彩的標籤，各個小小的字都是什麼意思，代表什麼。還有一些關於水彩的一些注意事項啊，健康安全吶，還有一些保存的方法之類的。希望大家喜歡。好，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水溶性的顏料，有我們傳統的水彩，然後呢還有水粉，也就是 gouache， 還有呢丙烯。水彩筆，還有水溶蠟筆、水溶鉛筆，還有 ink。甚至呢，油畫顏料現在也有水溶的油畫顏料了。但是今天的視頻呢，我們主要來談這個傳統意義上的這個水彩顏料。傳統的水彩顏料呢，通常分為3類。第一種呢，就是小朋友用的那種染料做成的水彩顏料，這裡呢我們就不推薦了。然後第二種呢，就是學生級的水彩顏料。我這有一個溫莎牛頓的，這樣子一個12色的學生級的水彩顏料呢，它相對於藝術家的水彩顏料來說，它含的色粉會比較少。然後呢，就是它的這個 binder 的這個融合劑會相對來說多一點，但其實是不影響它的使用的。這個學生級的水彩顏料我會推薦給一些這個預算上比較有限的，或者就是想剛開始第一次用水彩來試試水的小夥伴們，我覺得它非常的適合。然後第3種呢，就是我們平常用的這個藝術家型的水彩顏料，這個呢就比較推薦給認真想要學習畫水彩的小夥伴們。它裡面的這個色粉會更多，然後顏色會更鮮豔，用起來呢會更好用一些。這個水彩呢，通常就是有管狀還有塊狀這2個形態吧。塊狀的呢，有這種半塊的，還有這種全塊的。半塊呢就會比較便攜，然後全塊呢就適合用更大一點的刷子畫大幅的畫。管狀呢也是有分這種15毫升，還有這種5毫升的小支裝。溫莎牛頓好像還有更大的34毫升裝的那種。我覺得大多數人買的時候可能會買這個15毫升，因為它相對來說性價比會比這個5毫升的要高一些。那有些藝術家呢會把這個水彩從這個管裡面擠出來，然後就直接用，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少數的藝術家會這樣做，大多數的畫畫的人呢都會把這種管狀的水彩擠在這個這種調色盤裡面，然後等它乾了以後再蘸水使用。可以是用這種半塊全塊的這種調色盤。那麼他們比較常用的還有這種，就是直接擠在這種調色盤裡面，然後等它乾了以後再用。好，現在我來帶大家讀一下這個水彩顏料的這個標籤。因為這個是鏡像的嘛，所以可能看得沒那麼清楚。我會在旁邊放一個照片，你就可以對照着來看。首先呢，這個最大的這個字母 W207，這個 W 就代表 watercolor， 因為他家呢還有同樣包裝的一款，但這個是水粉是 gouache， 所以它是 G 開頭的。後面這個207這個編碼是它的產品編號，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買相同的顏色呢，只要找這個編號就能買到同樣的顏色啦。接着呢，就是它的這個
顏料的編號，這邊有一排小字，然後有一個 P 什麼什麼，這上面就是 PR254，然後 P 呢就是顏料的意思，然後之後後面跟的這個字母呢就是它的顏色，比如說 PB 就是顏料藍色 ，B 就是 blue。所以呢，我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B 呢就是藍色 ，Y 呢就是 yellow 是黃色 ，R 呢是 red 是紅色 ，G 就是 green 是綠色，然後 BR 就是 brown 是棕色 ，BK 就是黑色 black，然後 W 就是 white 就是黑色。所以可以按照它这个颜色的颜料的編號呢，能很明顯的就知道它是什麼顏色。然後呢，它這個上面還會有這種一個圈，然後一半黑一半白，這個呢是它的透明度，所以呢這個呢是半不透明。它這個透明度有分透明、半透明、半不透明和不透明。然後通過你的需要，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這種透明度的顏料。接下來這個3顆星呢，是代表它的耐光度。這個3顆星的代表它的耐光性好。然後星越少呢，它那個就耐光性就越不好。這是赫爾拜因家的，但是如果是丹尼爾史密斯家的呢，它這個耐光性就是它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I，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它如果是1的話呢，就是非常好，然後2就是普通好，3就是沒那麼好。所以每個品牌它表示那個耐光性的方法都不一樣，你可以去它的那個品牌的網站去搜一下。然後呢，回到我們的這個水彩，它這個還會有一個系列號，這個 serial number， 這個是 A。然後它就是會有 A B C D， 或者呢它就是會有這個 Series 1 2 3 4 5這樣子。它就是它這個 serial number 也是代表了它的這個級別，然後級別越高呢，就證明它這個色粉就越貴。有些水彩顏料還會標明它的水彩媒介劑，像丹尼爾史密斯這裡就會標明是 Gum Arabic， 叫做阿拉伯膠，所以它這個裡面的媒介劑就是用阿拉伯膠。大多數水彩顏料都是用阿拉伯膠的，好像有一款叫 Qor 的 QOR 那一款水彩呢，它用的是 Acrylate， 是一個新型的一種現代合成的樹脂，它是不一樣的。然後有些水彩顏料呢，它就會標明這個水彩有沒有這個顆粒感，也就是沉澱。水彩顏料一般就分為2種，是有沉澱、有顆粒感和沒有顆粒感的，大家按需選擇。還有一個標識就是這個 AP 旁邊這行小字，它上面寫的是不適合兒童使用。那藝術家級的顏料裡面有很多都是有含一些有毒的成分在裡面的，所以不建議兒童使用。在這裡我講一下吧，特別要注意的顏料的種類呢，就是第一個是含鎘的，就是 cadmium。比如說鎘黃呀、鎘橙啊、鎘紅啊，這種顏料都是要非常的小心使用的。還有另外一個類型呢，就是含鈷的，就是 cobalt。cobalt 就是有這種鈷藍吶、鈷綠啊、鈷紫呀這些顏色呢，使用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還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說含這個 chromium 的呀，或者是 manganese， 什麼錳啊、鉻啊，像這種都是要小心的。像使用這些顏料的，其實就是有幾個事情要注意的吧。首先呢，就是不要用這個嘴來咬這個筆啊什麼的。其次就是不要讓小孩子或者是寵物接觸到。再來呢，就是避免這個
乾的顏料打磨出來這個粉塵，因為像尤其是镉这种毒吧，它就是如果是吸入的话，对身體的危害是最大的，所以大家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好，接着呢，我們就來說一下這個保存。顏料呢，如果保存的得當的話，這個水彩顏料其實是壽命非常非常久的，它可以10年甚至好幾十年都就是舊的顏料都可以繼續使用。但是呢，它對溫度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吧，就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熱，你不能把它放在太陽下暴曬，也不可以把它放在那個冰箱裡面凍起來，這樣子就會影響到它的這個顏料的使用。而且就是如果是這種管狀的顏料呢，要記得把它蓋子蓋好，不然呢，它整個顏料會乾掉，水分蒸發了以後。但是其實即使它乾掉了以後，你還是可以把它剪開來，然後放在調色盤裡面，這樣子用筆試着繼續使用。還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是那些有毒的，比如說含這些镉的或者是這個鈷的顏料呢，你要把它剪開的時候就要相對來說稍微小心一點。然後就是這種已經放在這個格子裡面晾乾的顏料的話，它能保存的時間就更長了。要注意的就是每次用完它以後呢，就要等它乾透了以後再給它蓋上蓋子。也不能完全就是一直這樣子給它晾開，因為上面就會積灰塵。如果是一直保持濕着的話呢，又有可能會發霉、長毛，這樣子呢就不太好了。尤其是有一些水彩顏料，比如說 Amgram 或者是 Sennelier，它們這個顏料裡面本來就是有分泌的，所以相對於其他的顏料來說呢，這個有分泌的這個顏料它就更容易發霉一些。講到這裡呢，我多提一句，就是選擇這個水彩顏料的時候呢，其實你也要根據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來選擇。首先水彩顏料的價錢就在不同的地區要差很多。比如說丹尼爾史密斯在美國相對來說就比較便宜，如果在歐洲買呢就會比較貴。那史明克它是一個歐洲品牌，那它在歐洲賣的就會比丹尼爾史密斯便宜，所以呢，最好是買那種在自己所在地賣的比較便宜的這種藝術家級顏料。還有就是我提到的那個有沒有蜂蜜，如果你所在的地方非常的潮濕，很多東西都容易發霉的話呢，那我建議你就可以不要選擇這種有蜂蜜的顏料了，因為它會更容易發霉。但如果你處在非常非常乾燥的地方呢，那也許你會喜歡這種加了蜂蜜的顏料，它會更容易沾水以後更容易融進水裡面，更容易化。所以呢，選擇顏料的時候就要考慮到你的所在地啦，各方面的需求，然後做好一些調查，然後再買。剛開始不知道選什麼顏色的小夥伴們，可以考慮買一盤這樣子，本來就是裡面有顏色給你配好的一個盤。一般的這種盤呢，配色都會比較合理的。比如說像這盤裡面就是冷暖色的黃、紅、藍、綠都有，然後再加上一些大地色和一個深色，所以就還蠻好用的。然後等你有了這些顏色以後呢，再去選擇你更喜歡的顏色，給它替換了或者加進去，這樣子呢會更新手友好一些。好啦，這期視頻就到這裡啦，感謝大家的觀看，喜歡的小夥伴可以幫忙點讚和關注哦，我們下次再見。